那么3月22号，王毅跟日本首相见面，然后呢，反正大陆现在都要先要求不要干涉台湾问题。那日本的外长说呢，你们不要去起战端了，台海和平很重要啊。那另外呢，日本呢现在也怕美国，因为老美说美军要撤走什么撤到关岛撤到什么地方原来最多有5万美军在日本那日本说我不再依赖美军了，哇，依赖太可怕，哪天收走就走了，所以他要自主发射长程飞弹而且他成立一个叫统合作战司令部。日本要搞起这个武器来是蛮厉害，它科技工业其实都蛮发达的，原来就很厉害是因为2战后来被美国这个压制那部队也不能叫军队，对不对只能叫自卫，只能自卫不能去攻击别人了好，我们看呢说，一旦大陆打台湾，最靠近台湾的叫做与那国岛，将成美日联合抗中的最佳基地，因为台湾在这里嘛，与那国的旁边，宫古海峡，与那国这旁边很近那冲绳还高一点，东海然后日本本土所以离台湾很近，所以这边可能是联合抗中的最佳基地他们这样认为的，但是老共也不会，他不会想不到嘛。所以呢，真的打你的时候呢，那你这个地方看要怎样，是不是把你围起来？毛泽东最厉害的策略叫做围点打援，围着一点打你援助。国民党是被他什么口袋战术了什么，反正搞一堆他的那个名词了好，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情报机构是说，大陆还是美国最大的军事跟网络的威胁那所以呢，解放军也加快对台湾军事行动的节奏。另外呢，会以经济呢继续胁迫台湾，一方面军事给你压力，一方面军事胁迫台湾那另外呢，这个前一阵老共在屏东外海差不多40海的地方演习，那我们呢，而且搞这个射击训练，我们就派多艘军舰去看它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有3艘舰都是1级军舰班超、苏澳、成功3艘很重要的军舰。然后呢，这个3个中校辅导长同时被换掉，是搞什么鬼呢？所以因为上面有规定，看到敌舰、看到共舰要立刻拍照，要往后传，让我们知道是什么。那他们第一个拍照的那个效果不好，所以还要学怎么照相。第二个呢，太慢，回传太慢。那我就好奇，怎么会3个舰都一起？他们辅导长讲好的所以来我们开始拍照，1、2、3拍，然后呢，我们等一等，1、2、3传，不可能嘛。那就有人说，因为天候不好，天气不好呢，还有离那个很远嘛，它其实不可能就在那个人家共建的旁边嘛，一定离好几海里所以你那么远拍，天气也不好，然后照相到底那个照相机好不好，设备到底好不好所以呢时间拖了一下，那所以呢3个辅导长本来以为这种小事嘛，就警告一下，下次这几分钟之内必须要传回来，居然通通被拔掉了，要升到中校辅导长也不容易就一关一关从少尉开始跑到这个阶层呢，突然就被拔掉了那我就觉得，那你的指令不够清楚嘛？你告诉他几分钟之内要传给我，遇到这种情况，10分钟一定要传，5分钟一定要传，管你们效果好不好都得传，那也是一个讲法。尽速传，什么叫尽速拍好传，什么叫拍好反正这引起海军里面呢这个很大的这个讨论了到底怎么回事太慢那所以不平生四起，专业人士说要求品质要先更新器材嘛。海军司令部说他们实在拖太久了，那我就问嘛，到底他们拖了多久？现在也不知道。那你到底要求多久嘛？我觉得军方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有要求10分钟回传，一定10分钟传给你，好坏说话。但是呢，你说要快，那什么叫快呢？看一下。大陆外长王毅才访问日本，双边关系看似好转。结果王毅前脚刚走，日本防卫省24号就宣布正式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機構统合作战司令部。諸君は我が国防衛における重要な一歩を踏み出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明日の我が国の平和は諸君らの双肩にかかっております。
统合作战司令部未来将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指挥跨领域作战，并负责与美军协调共同作战。日媒产经新闻点出，日本已拟定相关计划，将脱离过去依赖驻日美军的模式，可自主发射长程飞弹，破坏他国境内飞弹基地。外界解读，所谓大规模灾难，也包括台海突发状况。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联合声明不具法律约束力等谬论，将严重侵蚀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原本中日说好要全面进战略互惠关系，如今争端再起，恐为东亚地缘政治再添不确定性。郭成，我觉得大家都一直在讲嘛，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挂在嘴里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日本人他本来任何的思想他是非常细腻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动作？当然保护他之外，防范他之外，那说实在的，最近我们可以两个问题嘛，两岸关系到冰点到极点，完全几乎无法挽救之地步。第二，我们17点当中把它宣布为，对岸就是敌国，那当然日本也会紧张啊。所以在日本紧张，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真正常做一点什么事，就是一方面日本是两面人，一跟中共有所接触，二跟美国有所联系，这叫做什么？两面。但他在做什么？他真的不是因为台湾有危机而来未雨绸缪，不是，他是保护他自己日本国的自卫能力。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两岸关系列入敌国之后，这3天连续外资卖股票，卖了最少都500亿以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外资也闻到，为什么怪怪的啊？就是只有我们台湾人不觉得怪怪。那我是觉得这样啦，哈，预防避免战端，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你怎么演习，你怎么联防不重要，但是避免战端很重要。那相反的，我们现在的赖总统、民进党的执政的这些政府，说实在就是挑衅，然后去制造这些战端。为什么王毅要讲？台湾的问题归台湾，跟日本无关。可是日本也希望他不要有战端的发生，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值得我们台湾人去审视。另外一个，也就是海军这个处分的问题，我们回来看一看，到底是你仪器有问题，或者军中本来长期以来就没有这种警觉战备的预备。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要去探讨。所以军中你做这种撤换、记过或者警告，会影响整个军方里面的士气。所以这个3军统帅赖总统，还有国防部长顾部长，你们要去注意这些。你们不是最近又在加12000的薪水吗？那为什么去做这些？就是你要检讨我们的结构性到底是不是出问题，这是很重要。很明显，所以刚刚国成委员讲得很好嘛，到底3个军舰的班超军舰，这是很重要辅导长中校被惩处，到底是仪器的问题，还是他们真的有疏失，还是海军自己在内斗，要查清楚啊，否则打击军心士气特别赖清德总统讲说，包括赖17条，把对岸视为境外敌对势力。那如果真正你要境外敌对势力的时候，就开始撤资嘛、撤侨嘛，台积电的南京厂撤回来嘛，这些你动作要做好啊。否则你讲什么？基层大家的讨论真的人心惶惶我们跟战争的距离是多少？今年7月万安演习，包括民防100多万全部纳入，所有部队纳入。我们民防部队有基层在问我纳入之后，未来是不是也要接受军审啊？军事审判会晤之后，所有人是要接受军审，扩大适用军事法庭大家会不会很紧张？所以面对战争，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除了采购武器之外，很多的条件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譬如说，我看到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了，很多人我宁愿缴钱，我要退伍。从数据从之前的2020年400人到去年
1500多人呢，我缴钱我也不要当兵啊，我要退伍啊。他们为什么？除了自己个人的生涯规划之外，他是会担心两岸军凶战危，我们准备好了吗？军心士气有没有提升？所以采购海马士啦、M1A2 这些坦克，我们武器采购够，可是我们有足够的专业士官或专业军官去操作这一些，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最后两岸兵凶战危，动用民防之外，还有其他的，我们是准备好。甚至我最近遇到我们基层的补教业者在跟我反映哦，原先啊，譬如说要念美国学校、欧洲学校的小学，他们是要双重国籍哦。那很多人，譬如说很多有要 waiting list 的到100多号，现在都不用候补了，反而可以递补往前了。为什么？很多在前面候补的人，通通我不要塔了，我要离开台湾的啦。把小孩去念国外的，不想留在台湾呢？为什么？他们担心两岸紧张啊，所以有很多有能力的啊、外商啊、外交官，甚至不愿意把小孩留在台湾的时候，代表台湾是什么？兵凶战危，这才是最紧张的。休息一下再回来。雅雅哦，本来说不想这个被遣送了，不过后来居然说买了机票了，结果呢8点45走了。哦，本来大家想那个场面，他就不肯，你一定要把他强制给他赶这个抓到飞机上去，也很难看了啊。但他大概想跟律师商量一下，他说这个一方面呢尊重台湾的法律，一方面他以后还可以申请回来嘛。哦，17呢，因为他先生跟3个孩子都在台湾了啊。当然17会不会给他过，我怀疑了。不过反正基本上留一条后路嘛。但是他这个3个孩子去送他，哦，他跟孩子说：“你们是台湾孩子啊。”那因为也有人说，你干脆孩子都带走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相拥自拍啊，自己拍啊。那另外呢，他7岁女儿不舍妈妈嘛，啊，还紧抓着妈妈的衣服，哦，然后呢跑步到前面去抓妈妈衣服，妈妈不要走啊，不要走啊。那另外呢，当然外面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了。内政部长说，那我们虚心受教，啊，但是我不针对个案回应，因为人家说你迫害人权，那我不回应啊。另外呢，这个罗文嘉说呢，这个如果呢他认为祖国是美好的，叫小孩回去嘛，可以为小孩选择啊，对不对？哦，你既然认为是子女那么好啊，这个大陆那么好啊，那他走以前就讲说，我爱台湾也爱大陆了啊，爱台湾所以才到台湾来嘛，也嫁到台湾。爱大陆，那是他的家乡啊，哦，对家乡再怎么样哈，有一些感情了哈。那刘世芳说，这个雅雅不是一般人，很厉害哦。他说他会懂法律，而且发动舆论跟心理战，这就是中共的认知作战，完全是老公那一套哦。那另外呢，这个周荣泰说呢，国家存续才是言论自由的界限，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你影响到国家的这个生存就是界限啊。那另外呢，这个他到福州，飞机到福州下机，他本来在机场直播的，后来就被封杀了。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有时候在大陆机场是不能直播，不能在机场里直播，有没有其他政治因素不知道。那大陆的网民说，哦，这是国安级别呢，怎么那么多黑衣人来？哦，那这是不是中国国安部的？哦，等等等等哈，怎么那么多人黑人把他包围起来干嘛？我说台湾的黑衣人就是帮派啊。那有时候我经过以前呢，到中广会经过早上会经过那个一兵嘛，那前面经常有时候如果是什么黑道这个老大，哦，就一堆黑衣人整个从里面排到外面，就看到警察这边搜证哦，真的很紧张哈。那他们的黑衣人可能就是国安人员啊。那国台办说你是伤天害理，让家人生离死别哦，创下先例来哦。而且呢，大陆也搞一个鼓励呢举报台独打手，台独的打手。哦，然后呢，这个你要举报哦，这边一个这个专栏，你可以举报他谁是台独哦。其实这种举报都很不好，有时候都会陷人于罪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因为现在他讲了武统，就把他赶走，说是不是将来台湾人都要自我言论审查啊？看看到底我讲这个话有没有政治不正确哈，等等哈。那以前呢，他们这个立法院是废了刑法100条。刑法100的2条1是唯一死刑啊，那后来他们就说不对，不能因为言论，不能因为思想就判入人于罪啊，所以后来就把100条修正了啊，在原条文加上以强暴或胁迫主要是着手进行，而且要强暴胁迫哦，光他这讲还没用，
他一个人怎么去进行啊？要强迫别人啊，强暴别人，胁迫别人，这个时候才可以。所以呢，只是言论就没有罪啊。那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在1992年5月15号修正了刑法100条啊，然后呢，到了今天啊，因为言论啊，入罪啊。好吧，这个而且国台办也讲说，赖清德17条叫四反啊，四反：反和平、反交流、反民主、反人性啊。然后呢，开历史的倒车啊，加剧台海的紧张形势啊。然后呢，也相信台湾同胞能认清他们的这个真面目啊。看一下，不愿意被强制的话，这个或是对岸不接受，他回去。那这当然就我们会进我们相关的这个暂时的这个收容所啊。那这其实法律规定都很清楚。列举网红雅雅抖音言论非比寻常，如今她离开台湾，对内政部长刘世芳来说，心里或许轻松许多。部长松一口气吧。我还在呼吸，我不针对个案在做任何的这个回应。我跟各位讲过了。我们针对各界的批评跟指教，都会虚心受教。主张要求政府撤回不合理命令，中华人权协会也发声，不符合比例原则。罗文嘉则说，如果认为祖国美好，可以为孩子选择。他有权决定自己小孩，如果他认为祖国是那么美好，他可以让他孩子活在他所谓美好的国度跟制度。特别呼吁国人也好，不要因为这些少数。不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中配或陆配都是像他们这样子，我会跟大家讲，不是。展现和陆配站在一起，就怕社会对立再加剧。来自。我觉得雅雅的事件呢，其实可以凸显台湾现在真的是对立非常的严重啊。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会发现是非常的两极，认为说雅雅不应该是言论。受到这个驱力的人就会不断的放大他在这个机场里面跟孩子互相相拥，然后大家就问这还是不是台湾最美丽的一个风景，会以这个论述来以他的人权以他的这个自由的基础为一个基调。但是另外一方面，特别是很多的网民，当然对于他不断在这个社群媒体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统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啊，当然大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说你住在台湾，为什么还是心向你自己原生的一个国家？那你当然回去就好，而且这样部分是非常的显性的，它显性到已经变成有非常多政治的因素可以来操作进来，包括它离境的时候有多少的人在这个地方，这个一路好走不送等等之类，所以我才说看待这件事情时，我们所看到是背后彼此之间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其实已经让大家的这个仇恨，特别是反中的这个仇恨值不断的在提高，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到底是人权自由这个亲情之爱，还是来自于这个到底是一个武统一的论述了，这已经是在彼此之间，在不同的族群当中，已经造成一个撕裂。这是我看到真的是比较这个部分。然后，可是今天我们真的也是看到了这个中研院的陈培哲教授哦，还有包括过去在我们政治大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拥护这个言论自由，而且过去其实对民进党的政府是非常支持的。他们今天都会站出来，特别有75个学者专家，这是很难得看到的。他们站出来，过去一向是认为国民党威权，所以我们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威权，然后呢，要给言论自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那现在面对这件事情，他们还是一本对我个人来说，还是一本过去的一个知识分子敢言的这个部分。不过很可惜，他们马上也受到网攻，也受到非常多人把他们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像是洗一样的部分里面开始对他们做了非常多人身上的攻击。这就是我所看到，当你站出来，过去很一致性的对于言论自由，他也是再次挺身而出的时候，过去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应该尊崇，而现在确实被非常多人用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态度，所以我才说嘛，这件事情对跟错已经不是我们这边可以论断，因为你的认知到哪里去，你就会对这件事情持有你非常刻板的一个印象，包括我们的政府单位，真的也是对这件事情就是甩你一句嘛，你要是觉得对岸好，你就回去。问题是他的孩子，他的先生在台湾，他也认为台湾是很好的，所以这个过程来说，我只看到的是彼此之间的撕裂。如果没有办法在这抚平，台湾未来还是在为这样一个理论，还是继续彼此互相在做一个厮杀。不，基本上因为他原来选择嫁到台湾，在台湾生孩子啊等等哈，那如果相对来讲，我认为他是更爱台湾的，我认为，那所以呢，这个他还上飞机还跟他孩子讲说，你们是台湾孩子哈，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他这个说他什么多爱祖国，多爱祖国。我觉得他有这样说吗？他说我爱大陆也爱台湾呢。不过我觉得这都还好了哈，就是说反正民间有不同的意见，本来就很正常嘛。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那样，但是我很反对刘世芳。
他怎么讲啊？他说台湾有一些什么网红啊、名嘴啊等等亲中的，所以帮他讲话。我觉得这个讲话非常不好。你是内政部长假如什么八囧啊什么就算了，你是内政部长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出来讲话，不是他亲中反中的问题，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那你说像陈培哲那75个教授学者都是亲中吗？不是嘛？这个事情那就变成都不能评论了嘛，都不能讲了。一讲就是说你是亲中的，你干嘛这样给他戴帽子呢？对不对？你别人戴的时候，你内政部长这个内阁里面第一部会你这唯恐国人不分裂，唯恐台湾天下不乱，是不是？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看我就觉得你干嘛讲这个话呢？来接。这个赖清德那个民进党政府呢，点燃的这种对立的仇恨之火，他未来呢，在台湾内部呢，他所要燃起的这样子的撕裂的割裂呢，你把这个妖魔呢放出来之后，他就很难收了刘世芳他讲说，雅雅呢，她不是一个普通妈妈，他说他会打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然后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像这样子，雅雅你这种陆配，你就应该在被人家逮到了之后呢，你就应该要装可怜，你就要道歉认错，甚至于呢，搞不好还有可能呢，要逼他下跪，然后撤掉他所有在网络上的言论。你今天呢，既然呢不知悔改，还动员呢那么多的这些团体，有这么多的这些律师呢，要去声援你，你大打这样的战，你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你背后呢必然有这个中共的特定的力量呢在支持你。然后呢，赖清德呢，包括赖清德，包括卓荣泰，他们讲说，哎呀，这个主权呢高于人权，当国家的存续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谈什么人权呢？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呢，是不是在告诉大家，当主权高于人权的时候呢，所以当这个香港呢发生了香港的校园的大学生支持这个港独，然后他们在这个反修例、反送中的游行里面呢烧5星旗然后呢去主张这个港独的时候，中国大陆当局、香港当局，他们动用这个反国安法，把这些人通通都抓起来，然后呢，现在呢在接受非常严厉的这个司法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对的，因为他的主权是高于人权啊。你主张这个港独，然后你这个跟这个外国的势力来结合，要来去对于不管是香港或者是中共的这个政权提出挑战，这难道不是主权受到危害吗？那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对咯。那你还有什么脸来去告诉大家说，你们今天要去支持香港的这些人，你们要支持这些言论自由是对的。然后罗文嘉，我对罗文嘉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情绪罗文嘉呢，他在这个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新闻处处长嘛，是不是罗文嘉呢，他一个就是那种文青出身然后口口声声呢，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运动期间的时候，他们高谈的就是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可是他当新闻处长的时候，就因为联合晚报他们的报道的这个方向，记者对于陈水扁提出的批评，公然撕这个联合晚报。记者的本质不就在批评吗？记者的本质不就在监督吗？也就是因为呢，罗文嘉呢撕这个联合晚报，我从此呢，我就对这个陈水扁他们这个死了心了。我在这个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赵先生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我没有投赵少康，我支持的是陈水扁。可是罗文嘉他们那样的个举动，就摆明了他们这一群人就是呢以这个言论自由，然后以这个新闻自由拿来当做夺权的工具。等到一朝权力在手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对他们来讲就随意的践踏，一文不值。今天你们所有的站在这些，然后去对这个雅雅对他们这些人就发动的这样的攻击，你在网络上面攻击，你骂死他，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嘛。他的言论也被大家很不喜欢啊，很多人都很不喜欢他的言论。可是国家动用这个公权力来去阻挠你在一个地方居住的自由，跟你家人团聚的自由，这个政府还怎么配称为是民主自由的政府啊？真的是丢脸丢到极点了。休息一下再回来。